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个含氧感知器跟空气流量计，我们来把这两个做一个清洁。像上一篇我有给各位看，含氧感知器它真的很黑，这样看得出来吧？轻轻一擦就很黑。它这个都不是积碳，它这算是。我还是觉得这很像，就是那种碳粉类的。那我们今天清洁这些东西，大概就准备2-3样东西，算4样啊。一个小的容器，因为等一下我是使用泡沫式的去积碳的，所以要喷在上面，然后稍微让它去做个清洁一下。那棉花棒等一下是要清空气流量计的。很少多。我们先来喷含氧感知器，然后使用前摇一摇。好，这样子让它泡着。哦，这样没拍到。这样子，就把泡沫式清洁剂喷在它尾端那边，那个它在侦测的地方。基本上含氧感知器要么就是都是一个洞一个洞的，然后要么就是有一种就是它有开孔，它的开孔是长条式的，一排一排一排这样子。那我们的空气流量计要清洁，空气流量计清洁这样子，一般人在清可能都只清这一个，这一条好像是热感器啊。然后它的实际作用原理，网络上可能专家他们讲的会比较清楚一点，所以可能你们要看一下那个东西。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在这个里面，太暗了可能拍不出来。它这里面有2条，它那2条是在侦测流速的，这条好像在侦测温度，这个在侦测流量的。那因为里面这个我真的不建议拿棉花棒进去捅，所以可能就拿电子复活剂朝里面喷一下，然后在喷的时候稍微就是喷个1-2下让它停，因为电子复活剂它在干的速度蛮快的，主要是利用它的那个喷出来的那个冲力跟它清洁的效果跟快干性，我们去把里面那2条做个清洁。你不要这样子往下喷哦，如果它密闭没有做好的话，可能会流到里面去。这里面有一些电路板啊那些东西，所以稍微就是朝上。然后喷完以后，赶快把它甩一甩，尽量不要让液体有机会进入到那里面。稍微甩一甩，然后你也不要太近喷哦，就稍微留一点距离这样子。好，然后稍微甩干。如果可以不用棉花棒擦是最好了，因为毕竟可能上面一些怕不小心弄坏，但是还是很脏，轻轻擦还是很脏。就轻轻的这样子擦过去就好了。镜头不是很好抓。
然后甩的时候手要抓好，你不要甩到飞出去就把它摔坏了。它不是一条，它是2片，它就有点像这样子。然后因为棉花棒太粗，没办法插到那个面，所以尽量啦。结果我刚刚对着镜头讲了半天，我才发现我忘记按录影。这个是第一次清洁过，这个就我之前讲的那把铜刷，我刚找到它。那应该可以看得出来，它干净很多了，但是里面还是黑色的，蛮严重。然后拿个铜刷，外面稍微做个清洁，有没有？你看，刷一刷就很干净了。因为这个新的好像它上面有点类似银色啦，它好像有镀层什么东西。那我是建议你可以拿个小刷子刷外面这一圈。那里面那个我是真的是建议不要没事拿东西进去捅，因为它好像是陶瓷类的吧，还是什么东西，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没有机会拆到这种东西。然后稍微擦干净一下，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跟刚才差很多？然后我们再做第2次的清洁，就是针对里面那边。那把它加个那个加长的头，看能不能喷到里面去，喷得更准确一点。然后像你们在做这种动作的时候，一定要小心后面的线头，你不要为了只转前面，就后面卡住，转到里面可能这电线松脱、断掉都很麻烦。就这样子，让它去做内部的清洁，针对性的。像我之前我就聊到说，像有些他们是说整颗下去泡，譬如说活性塞啊，然后我是真的不建议这种东西都整颗下去泡，你就针对重点，譬如说活性塞好了，它就是点火电极那边会有气碳，你就针对那个下去泡就好，你不需要整颗下去泡。然后像这个也是，像这个你泡完以后，像我刚才在喷完，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才都是这边都是朝上的放着，就避免它可能液体啊或者什么东西倒灌进去。然后空气流量计也是，你在喷进去喷完清完以后，赶快甩一甩。怠速马达那种东西，基本上只要一边是在侦测，一边是有电子零件的话，都不建议是倒放。其实怠速马达在车上的时候，真的不建议下去洗，因为除非它的设计孔比较安全的话，你可以在车上洗，要不然怠速马达这种东西，我都是建议拔下来洗，因为我目前看过一些怠速马达，它的设计多半都是，它要么在侧边，要么在下面。你如果药剂灌进去，它直接就流到里面内部，很容易造成内部的损坏。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家能不能看到，我这已经看到里面有点恢复到外面这种颜色了。那再喷个几次。然后让它嘎起来，摇一下。好，我们待会儿再回来看看结果。好的，大概5分钟过去了，
然后再等一下好了。然后这个时候顺便跟各位提一下，就是当你全部清洁完毕以后，你在装的时候你要确定哦，因为我刚才喷的那些东西，它像电子接点复活剂，它这有挥发性，但是还是难保它可能会残留水分啊，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可能喷完赶快甩一甩，甩完以后可能放在通风的地方，让它稍微的自然风干一下，然后大概做个清洁，外部的清洁跟观察，然后注意它的这个欧林，它的胶圈有没有完整，因为你这边如果密闭不完整的话，它如果透吸气的话，它没有经过空气流量机所吸到的空气，电脑都没办法做出侦测，所以这个也是要检查。如果你们是像我这种可以单独拔起来，这边有欧林的话，一定要记得去做检查，有没有压扁啊、变形啊，或者是缺角、缺口之类的。然后安装的话，就是尽量等它干，不要急。拆之前等它冷，然后装之前等它尽量风干，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点。然后含氧感知器，来看看它的清洁效果。我先讲了，我这罐那个泡沫式清洁剂，它也是有点年纪了，我忘记，因为它下面那个它的制造日期那些已经有点模糊了，我记得也好几年了，应该可能有点过期了。有没有？你看我刚甩出来的，就有点比较手动，它不见了。甩出来的颜色都比较重，它可能内部清洁还要再稍微做一下，然后稍微的清一清、擦一擦，然后再喷一次。最重要是底部这边跟里面这边。好，就大概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再等个5分钟。我顺便去看一下时间，我还来不来得及？要不然等下迟到。好，我们先这样子稍等一下。我大概还有10分钟的时间可以跟各位聊。我基本上洗到这样就差不多了啦。然后后面就是等它干，然后再装回去车上。那这个部分，我看我这2天还有没有时间拍？因为我应该不会马上装，因为我剩10分钟，我可能来不及装。然后就是这个空气流量计，你真的不要贸然拿风枪去吹干它，蛮危险的。然后就算要吹的话，拿风枪喷的话，尽量远一点，因为你太近的话，可能那个冲击力，风枪是很恐怖的东西。那这个就可以拿风枪吹，而且效果会不错，因为毕竟我们这样洗的话，它的里面的一些积碳碳块可能都软化了，甚至可能有点呈现脱离的状态。如果你拿风枪喷的话，可以帮助它的清洁，有风枪是最好。然后我现在这边也没有，所以就按呢啦。然后仔细看了，我再甩一次。大概看一下里面，有好一点啊，没有之前这么黑。外面是好很多，里面可能没这么快。仔细看，它有些地方已经有脱落，譬如说这个洞，
从这个洞里面看进去，这样子，它的颜色就有点接近外面，其他的有些也在变，但是没那么快。再喷一下，那后续大概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我等下就准备就要出门了。那安装，可能安装跟发动，我到时候再补拍好了，要不然这样子等着它洗，想要一镜到底，又怕太无聊，耽误各位时间。那如果想要一直剪的话，又怕剪得乱七八糟。那大概就先这样子喽。我看怎样后续再补影片好了。就像刚刚讲的，我后续就是等着把它弄干，然后先放着，这2天有时间再做后续的装配。好，那今天先这样子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